你一定没见过被打得这么惨的龙叔，对方是个年轻力壮的拳手。俗话说拳怕少壮，龙叔的体力已经不复当年，围观的人纷纷劝他认输，但龙叔宁愿被打死也不轻易低头。故事要从几个小时前说起。龙叔是个嫉恶如仇的警察，从警20年，几乎所有一线警种都做过。这些年，龙叔因为妻子的去世和女儿苗苗隔阂颇深，苗苗已经半年没回过家。他打来电话约龙叔在一家名为58的酒吧见面，语气不善地叮嘱龙叔不准再迟到。龙叔一心想和女儿修复关系，便顶着瞌睡在午夜搭计程车来到年轻人齐聚的酒吧街。一番打听后，找到了苗苗口中的58是一家满工业朋克风的酒吧。龙叔正赶上了3周年店庆，门口的小哥得知他的身份时，将人迎了进去。里面的年轻人个个风格鲜明，独树一帜。一个采访过龙叔的女记者热情地上前和他打招呼，龙叔挡住摄像头，说自己只是来办点私事。这时老板武江走了过来，他听苗苗说龙叔是个总不着急的生意人。龙叔有些奇怪，但并未表明身份。武江提出带龙叔四处参观一下，随手拿起一块肉丢进一旁养着食人鱼的水缸。这里原本是一家工厂，搬走后被武江买了下来。他花2年时间进行了装修，同时还在最大范围内保留了工厂的一些东西，这才有了别具一格的58。龙叔被安排到了7号包厢，不多时苗苗便赶来。他画着浮夸的烟熏妆，一身叛逆少女的打扮，一屁股坐在龙叔对面，点起了一支烟。龙叔不悦地皱了皱眉，伸手拿过苗苗的烟，盯着苗苗脖子上的蜘蛛纹身，压着脾气问他为什么搞得这么不伦不类。苗苗满不在乎地表示自己不只纹了这一个。龙叔只得转移话题，问苗苗为什么要说自己是个生意人。苗苗眼皮都不抬地说警察又苦又累，赚的还少，说出去很没面子。龙叔又问起苗苗的实习情况，不出意外又被对了回来。龙叔正琢磨该找个什么样的话题，苗苗问起了他脸上的伤口。龙叔表示今早接到报案，有个卖肉串的小贩捅伤了人，被追到楼顶无路可逃，便威胁要跳下去。苗苗表示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大案子，但龙叔却表示人命关天，没有小事。警察们在楼底摆好了气垫，并想方设法安抚小贩，一直耗到下午，小贩仍不肯妥协。龙叔便趁着送水的功夫上前控制住小贩，扭打间2人一起掉下了楼。好在龙叔有经验，抱着小贩摔在了气垫上，2人都没有受伤。事后小贩还表示一定要请龙叔吃一顿真的羊肉串。苗苗认为冒如此大的风险换一顿羊肉串实在不值。隔壁包厢的动静引起了龙叔的注意。苗苗介绍那人是搞房地产的牛总，来这里就是为了泡妞。武江给他引荐的女人名叫兰兰，没成想牛总和兰兰早就认识，2人是旧情人关系。龙叔觉得这地方乌烟瘴气，至于这里的人他虽然不认同，但也不过多评价，毕竟谁都没资格对别人的生活指指点点。但让龙叔万万没想到的是，苗苗约他见面的大事竟然是为了介绍自己的男朋友，也就是酒吧的老板武江。这下龙叔傻了眼，别人的私生活自己不干涉，但如果要把女儿交给这样的人，他是10000个不同意。苗苗却冷冷地表示这是通知，不是申请。龙叔苦口婆心地劝苗苗要三思。武江显然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他甚至管自己叫哥，这辈分不得乱套。去世后，苗苗一直觉得自己像个孤儿，他认为龙叔虽然是个好警察，但却并不是一个好爸爸、好丈夫。这时外面的人群吵吵嚷嚷，似乎起了争执。龙叔的警察本能驱使他上前查看。引发骚乱的人名叫阿仓，他是个被牛总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多方打听找到酒吧讨要工友们的血汗钱。阿仓掀开衣服，露出了身上绑着的炸药，人群顿时四下逃散，乱作一团。龙叔上前劝说阿仓不要冲动，脑子里则飞速思考着如何在2招之内制服阿仓。电光火石间，武江却突然发难，将阿仓按倒在地，接着查看了他身上绑着的炸药，不过是些装样子的空壳。一场危机平息，武江在龙叔拿出手机时表示自己已经报过了警，并极力挽留准备离开的兰兰。龙叔打量着仍留在酒吧的人，觉得他们似乎都有些异常。苗苗却见惯了这些场面，毕竟这里是酒吧，喝酒闹事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也许是出于警察的直觉，龙叔始终有些不安。这时一阵刺耳的声音传来，宣布今晚的节目正式开始。入口处再次传来骚动，正欲上前查看的龙叔却被人一棍子打倒在地。恍惚中他听到所有人都被关进了铁笼，朝自己走来的苗苗也被人推搡倒地，而始作俑者正是武江。等龙叔再度醒来时，发现自己被绑在一张椅子上，面前的屏幕显示着酒吧外面的场景，几辆警车已经停在了门口。武江似乎并不在意暴露身份，也并不担心围在酒吧门口的警察，甚至对那些早早从酒吧跑出去但又因为不想惹事没有报警的人十分不满。龙叔想劝武江回头是岸，武江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龙叔察觉武江是冲着自己来的，他第一时间确认苗苗的安全。武江表示苗苗在大厅，全虚全已好得很。武江把龙叔的手机放在桌上，表示自己刚才报警用的是他的手机。期间有个无支队的电话，武江非但不忌惮警察，还顺手接起向对方说明了里面的情况。武江继续翻看着从龙叔身上搜到的东西，他早就将龙叔的背景调查得一清二楚。龙叔试图和武江进行谈判，武江也开门见山地表示自己就是冲着他来的，还要求龙叔猜一猜是为什么。龙叔从警20年，得罪的人一直手数不过来。他说起去年一起偷车案，盗窃团伙销赃的地方就在工厂附近，他们的头目白毛最后被龙叔亲手抓获，当时白毛还扬言有人会替自己报仇。武江表示白毛虽然在这一带小有名气，
但以他的档次还不配让自己这么干。这时吴队长打来电话，问武江有什么条件。武江随口说要8、9千万，还表示不能是连号的。龙叔知道武江想要的根本不是钱，他劝武江提点靠谱的要求，还告诉他吴队长脾气很差。武江也不兜圈子了，他要求吴队长把自己一个朋友带来。说到这个人的名字时，还刻意避开了龙叔。两人的猜猜我是谁游戏继续。武江是个瘸子，龙叔之前处理过一桩绑架儿童案，劫匪是2个人。一番追击战后，龙叔不幸中枪，但他还是咬着牙继续驾车追赶绑匪。绑匪见状便将孩子扔下车逃窜，结果还是没能甩掉龙叔。最后绑匪的车子侧翻，车上却只剩一个从犯，主犯瘸子不知所踪。故事讲完，龙叔用询问的目光看向武江，武江却表示他猜的还是不对。这时吴队长打来电话，要求确认人质的安全。武江拿着手机离开，龙叔趁机挣断铁丝，并打晕了进来换班的胖子。龙叔小心翼翼地查看四周的情况，发现自己所在的地方是2楼，大厅里的情况一览无余。被关在笼子里的牛总突然倒地不起，人质们吵吵嚷嚷说要送牛总去医院。听到动静的武江从一间密室走了出来，龙叔则趁着这个机会潜入房内调查。这间屋子应该是武江的办公室，墙壁上贴满照片和报纸。龙叔仔细查看后明白了武江说的究竟是哪起案子。案发的在一家药店，犯人因故劫持了一个女孩。龙叔接到报警，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中间不知发生了什么，龙叔正在仔细回忆案发的细节。这时武江一边打电话一边走进房间，他还是坚持要求吴队长把自己那位朋友带来，还表示只要人一到，除了龙叔之外的所有人质都会安全。武江离开房间后，龙叔也打开门溜了出去。这时苗苗借口上厕所来到卫生间，她哭着摘掉假发卸去夸张的妆容。龙叔悄悄来到女儿身后，示意她不要出声。苗苗委屈地抱住龙叔，她后悔没有听爸爸的话，一边小声道歉，一边说自己化成这样只是为了气他。龙叔心疼还来不及，哪里会责怪他？但眼下不是讨论谁对谁错的时候，他们要先想办法联系到外界。所有人的手机都在大厅的桌子上，苗苗记上心头，二话不说上前给了武江一酒瓶，并趁机拿走桌上的手机，找机会偷偷扔在了旁边的台子下。龙叔捡回手机给吴队长打去电话，得知武江要见的是一个名叫魏小福的在押人员。吴队做了2手准备，除了向上申请将魏小福带来，同时还布置了狙击手和进攻小组。龙叔向吴队汇报了酒吧内的情况。酒吧除了上下2层之外，中间还有个夹层，人质被统一关押在1层的大厅，目前嫌疑人也都在大厅，现在强攻时机不太合适。这时绑匪们终于发现龙叔跑路，武江命小弟们马上把人找出来。龙叔匆忙挂断电话，转移位置，无意中发现布置在酒吧隐蔽处的定时炸弹。他猛然想起武江办公室墙上的一张图纸，分析图上就是所有炸弹的位置。龙叔将炸弹拍下发给了吴队长，看来武江根本没打算让大家活着离开。就在这时，武江的小弟发现了龙叔的行踪，一番惊险刺激的追击战上演。龙叔身手敏捷，在管道间来回穿梭，眼看他像个泥鳅似的抓都抓不住，武江便用苗苗威胁龙叔现身。龙叔只得乖乖就范，站在原地当起了活靶子，吃了武江小弟一套组合拳。焦急的苗苗拿出随身携带的小刀捅了武江，随后父女俩都被关进了笼子。龙叔看着被关在笼子里的人质，发现他们都是武江报纸上那起劫案发生时在场的人。药店老板直呼缘分，只有龙叔知道这一切都是早有预谋。他让记者和摄像拍下四周的环境和所有人质，然后提出和武江单独聊聊。武江欣然应允，龙叔也不兜圈子，开门见山地表示自己知道武江是要凑齐劫案的几个目击者，包括案件的当事人魏小福。武江不置可否，龙叔开始试图和武江进行谈判，无意中发现了天窗外警方安排的狙击手，于是他便开始尽量和武江周旋，但武江始终油盐不进。他不久前发现龙叔进过自己的密室，也并不惊讶他知道自己一些事。龙叔只得换个方向问起了武江的往事。武江不缺时间，便和龙叔讲起了自己的故事。武江小时候随父亲去了国外，没过多久老父亲便因欠下赌债无力偿还自杀。老话说父债子偿，武江没能逃过年纪轻轻就背上赌债的命运。那时候唯一的本事就是会打架，又因为无牵无挂打起架来从不给自己留后路，凭着一股狠劲大杀四方，用命换钱。武江起初打算还完钱就不再打黑拳，但后来却发现无论做什么都和钱生死脱不了干系。他在这世上也找不到比打拳更有意义的事。他的2个帮手皮宋和大个都是打拳时认识的，那时候皮宋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拳手，大家都希望看到一场拳王争霸赛。武江也知道一场恶战在所难免。拳赛当日，双方老板都赌得很大，武江心里也有些七上八下。直到最后一回合前，他才被老板告知要打死皮宋，但皮宋却不知道他的老板不仅要他输，还要他死。武江把这件事透露给了皮宋，并且没有按照老板的要求打死皮宋。赛后2人连夜逃走，皮宋此后便一直跟着武江。5年前他因为药店案回国，策划今天这一出就是为了得到真相。龙叔质疑武江行事过于极端，牵连了太多无辜的人。这时天窗外的狙击手已经就位，就在武江即将达到狙击位置时，龙叔出于对人命的重视阻止了他，但武江还是坐了下来。狙击手也马上动作，但令人意外的是，天窗的玻璃竟然是防弹玻璃。看来武江早就为这一天做好了完全的准备。这下警方的意图暴露无遗，武江按下手里的遥控，
酒吧瞬间铁桶般密不通风。对于龙叔试图救自己的举动，武江对他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这时张局打来视频电话确认龙叔的安全，并表示已经带来了魏小福，但对方似乎并不愿意进去见他。武江当即挂断了视频电话，认为警方是在想方设法拖延时间。龙叔表示，如果他动了人质，就更不可能见到魏小福，所有的计划也会功亏一篑。龙叔将一个选择摆在武江面前，魏小福比较信任自己，放他出去说服对方，同时放几个人质离开。武江深知再僵持下去于他而言并没有好处，于是便答应了龙叔的要求，只是除了必须留下的几个人，他最多只能带走3个。龙叔坚持要带所有不相关的人出去，武江表示只要和皮宋打一场，赢了就如他所愿，输了就自己一个人出去。苗苗不希望龙叔涉险，人质们却拿龙叔的警察身份做起了文章。最后不管出于自我意愿还是被道德绑架，龙叔还是接受了挑战。年近60的龙叔很快被正值壮年的皮宋打倒在地，但却凭着惊人的意志一次次站了起来。人质们纷纷倒吸一口冷气，劝龙叔不要再死扛，但直到被掰断手指，他都没有认输的打算。一旁的武江有些佩服，站起身宣布了比赛结果：松开吧，你赢了。龙叔虽然赢了比赛，但武江为了给自己留足够的筹码，还是坚持龙叔只能带3个人出去，其余的等魏小福进来才能离开。龙叔想了想，决定先带受伤的人出去，其中还包括一个被自己刺伤大腿的疑犯。武江挑了一个在他们实施绑架前唯一一个反抗的年轻人，还表示如果再多几个他这样的人，自己还真不一定能这么顺利的绑了大家。年轻人表示要带女朋友一起走，武江也很大方的同意。紧接着他又指了指被打掉门牙的农民工阿仓，他是为了帮工友们讨要薪资才会来到酒吧，否则这辈子也不会来这种地方，自然也就遇不到这种事。说完便拿了牛总的包塞到阿仓怀里。武江显然是个性情中人，他虽然凶恶，但却没有完全丢失人性，最欣赏最认可的也是旁人正向的品质，譬如龙叔的坚持和自我牺牲，以及年轻人的勇于反抗，同时也对社会底层的人抱有同情心。对牛总这样的奸商充满憎恶，龙叔带着3个人离开酒吧，他只有10分钟的时间。龙叔向吴支队和张局汇报了里面的情况，分析整个酒吧的结构，认为从房顶进去是最优选择。紧接着龙叔面见了魏小福，魏小福起初担心不安全，但考虑到这次行动顺利的话，他能戴罪立功获得减刑，又想到龙叔这些年一直在帮忙照顾母亲，索性便豁出去仗义一次，答应随龙叔返回酒吧。警方也在第一时间调查了药店案，发现案件受害人小薇正是武江的亲妹妹。看来武江之所费这么多心思，就是为了弄清楚小薇当年出事的真正的原因。时间1分1秒过去，警方做了2手准备，在龙叔谈判的同时，从房顶和正门进行激光切割，最后找准机会爆破强攻。时间进入倒计时，警方给魏小福换上防爆服，同时还往他衣服里塞了一支上膛的手枪。龙叔和魏小福准备进入酒吧，剩余不相关的人质也全部被放了出来。几个案件相关人员终于被凑齐，武江要求众人还他一个真相。几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了当时的情况。那天晚上，魏小福到药店打算给身体不好的母亲偷些昂贵的补品，准备离开时捡到一个钱包，结果却被失主牛总误会偷了他的钱包。双方争执间，药店老板发现了魏小福身上的2盒补品，于是便趁火打劫，要求魏小福要么拿几万块私了，要么就马上报警。一旁的牛总煽风点火说魏小福看着就是个穷光蛋，还嚷嚷着要报警。为了不把事情闹大，魏小福情急之下掏出一把美工刀，这时身后的小薇却拿出手机报了警。魏小福急忙上前制止，两人随即拉扯起来。说到这儿，武江眼神冷了起来，打量着牛总几人，指责他们不该在那种情况还站在一边看戏。4个人无论如何都能制服手上没有杀伤性武器的魏小福。牛总几人开始互相推卸责任，之后就轮到龙叔出场的部分。武江却打断他，说出了自己的猜想。按照龙叔的身手，开枪击毙魏小福应该很简单，但他选择了谈判。但谈判过程中却心不在焉，因为妻子在就医途中遭遇车祸，苗苗正在不停地打来电话，龙叔没办法专心安抚魏小福，导致他逐渐情绪失控，杀害了小薇。魏小福打断武江，表示龙叔那天从头到尾还是很有耐心的。龙叔也接过话头，描述了当晚的情况。那时候一直有电话打进来，龙叔预感到可能出了事，但眼下人质的安危更重要，他并未接起电话，而是尽力安抚魏小福。那时魏小福的情绪十分激动，小薇却一反常态的平静。之后的情况最清楚的是魏小福，那时候门外很乱，小薇突然轻声和魏小福说杀了我。魏小福愣了愣，急忙将刀子远离了小薇的脖子，紧接着小薇却再次大喊杀了我，然后撞向刀刃。这一声龙叔也听见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小薇可以说是自杀身亡。武江不相信妹妹会自杀，兰兰急忙说自己可以作证。小薇当天来药店的时候情绪就不太对，还拿出身上所有钱买安眠药。药店老板原本还要小薇出示处方单，后来他给的实在太多了，便收下钱去给小薇拿药。一旁的兰兰走上前询问小薇是不是失恋了，原本想劝一劝小姑娘不要冲动，为了一个男人不至于，结果被小薇堵了一句咱俩不是一路人，有些生气便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我什么人你什么人啊，你不就是装纯情吗，这么不识好歹，死去。说完这些，3人又开始吵吵嚷嚷互相指责。龙叔注意到房顶开始掉灰，
便想办法继续拖延时间。他先是表示能够理解武江的心情，接着又说他可能找错目标了。有一件事相信他这个当哥哥的也知道，那就是小薇死前已经怀有身孕。这个时候，房顶的特警终于切割出一个容纳一人通行的洞口，并陆续潜入酒吧，隐藏在结构复杂的顶层。龙叔继续说道，当时警方并未查到小薇的结婚记录，孩子的父亲也始终没有出现过。言外之意是说小薇的死是因为未婚先孕又被男友抛弃。但在武江看来，他们每个人都有罪，龙叔没有尽到警察的责任。小薇死在魏小福的刀下，牛总兰兰见死不救，药店老板为了贪便宜不按规定卖药，牛总急忙表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才是人之常情。兰兰辩解自己也劝过小薇，是他说谁都不相信的。药店老板也反驳说小薇又不是吃药吃死的，实在怪不到自己。武江看着他的嘴脸，忍无可忍，给了一枪。电光火石间，龙叔也快速举枪射伤了武江的腿。短暂交火后，双方僵持起来。被打中腿的药店老板正在鬼哭狼嚎。本该跟随其他人质离开的调酒师阿坤突然出现在龙叔背后，用刀抵住他的脖子并夺走了枪。武江认为一切是时候结束了。兰兰几人脖子上的炸弹是假的，但大家很快就能见到真的。龙叔注意到了阿坤手臂上的纹身，他曾在小薇遗物中的半张照片上见过这个纹身，于是便问阿坤是不是小薇当时的男友。阿坤没有反驳，武江也愣住了。这下算是真正集齐了所有相关人员。阿坤表示自己之所以接近武江，就是为了看看他要如何给妹妹报仇。但听完众人还原的事情真相，才发现自己就是害死小薇的始作俑者，甚至连武江也有一份。那时候武江不同意小薇和阿坤在一起，在得知妹妹怀孕后，更是扬言回国后要杀了阿坤。小薇很痛苦，阿坤也承受不了压力，选择了分手。得知小薇的死后，便决定替她报仇，却不知道原来真相竟然是这样。这里最该死的人其实是自己。话音刚落，阿坤便举起枪准备自杀。龙叔眼疾手快上前夺枪。与此同时，警方也突破了正门，酒吧内顿时乱作一团。在特警的夹击下，武江的两个小弟伏法。武江见形势不妙，挟持苗苗通过隐藏的暗道逃离酒吧，暗道直通地铁，龙叔紧随其后。双方在铁轨上演了最后的谈判。武江的计划被毁，小薇也没办法再活过来，他做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武江要和龙叔赌最后一局，他扔给龙叔一把枪，要他在下趟车来之前用自己的命换苗苗的命，要看看龙叔如何做一个父亲。就像武江为了小薇可以做任何事，龙叔为了女儿也能献出生命。和苗苗做最后的告别后，他朝着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结果意料中的事情却没有发生。原来武江早就卸掉了枪里的子弹，看到龙叔的态度后便放开了苗苗。龙叔让苗苗出去通知警方，自己则坚持要将武江绳之以法。但武江已经报了死志，在列车即将驶来时走向铁轨，龙叔秉持着生命至上的原则，用尽全力阻拦武江，两人扭打在一起。武江在最后一刻避开要害部位，开枪击退了龙叔。列车迎面驶来，千钧一发之际，地铁却忽然变道，原来是吴队长及时搬了道岔，武江也因此活了下来。列车呼啸而过，警方人马随即赶到，龙叔和武江被送上救护车。这次的行动大获成功，所有人质都平安脱险，龙叔也终于得到了苗苗的认可和原谅。那以后多给爸一点面子哦。